我网上买8块腹肌魅膜，这才是我老公该有的样子。拿下！结果第2天，商家凑发成了 Q 版幼崽。对此，商家回复：亲，特殊商品一经出售，概不退换。似乎听懂了要被退货的话语。闻言的小家伙沉默着，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，看着很是可怜。但我真养不了孩子，狠心想要把他送走。刚要开口，就见小魅魔头上飘起弹幕：这就是大反派小时候吗？好乖好奶。可惜马上就要被烂人领养，受尽折磨。小时候乞讨，长大卖色，这经历想不黑化都难啊。这就是那个抛弃反派的主人吗？最后死的好像挺惨的。唉，养了就要负责啊。人总是在晚上比较感性。在看到商家主图上那个红发金眸、性张力拉满的帅哥时，我没有一丝犹豫，下单、付款、坐等收货。期待了整整3天之后，我收到了个浑身肉乎乎的 Q 版魅魔，无语了，这是只刚断奶的孩子吧？我气得对商家一顿输出，想要换一只。商家回复：这就是您购买的那一款呢，长大后就会变成主图展示的那个样子。你们这是欺骗消费者，我要投诉！主图上有写哦。接着对方甩来一张糊到不行的截图，上面写着：我放大主图一寸寸的看，终于在右下角看到那行蚂蚁大小的字。表示很无奈，本着不碰车贷、房贷、后贷的原则，我才攒了3瓜2枣买得起魅魔。虽然这个魅魔幼崽不是后代，但本质不还是养孩子吗？不仅不能消遣，还麻烦事不断。我要退货退款。亲，特殊商品一经售出，概不退换呢。您如果想要成年魅魔，小店也有呢。商家发来链接，这个链接里的魅魔都是成年且经过培训，到手就可以使用。我下意识点进去，同样的高颜值、高性能魅魔，就是价格208万，看我不投诉你！就在此时，小魅魔见我不理他，主动扑过来抱住我的大腿。主人，一双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我，他很乖很可爱，但我真不想养孩子。我摸摸他头上刚长出来的小角，你看我的房子多小呀，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没有，所以，小魅魔似有所感，眼里的光暗淡下去，他低下头不说话，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。这就是以后控制了荣城所有黑色势力的大反派，小时候居然这么奶，可惜命不好，被烂人领养，小时候逼他去乞讨，长大了去卖色，这想不黑化都难。这是最开始抛弃他的主人吧，看着人模狗样的，结果也是个不负责的。就是养了就要负责啊，难怪反派后来会报复，他最后死的可惨了，可惨是多惨，不敢想，根本不敢想。我低头看了看抱着自己大腿的奶团子，把到嘴边的给你找个领养咽回去，换成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所以咱们要先去给你买点东西。小魅魔有些不可置信的抬起头看着我，好爱主人。如果小魅魔的未来真的按照弹幕里说的那样发展，那他的苦难确实有我的原因。本来是想当主人的，结果直接喜当妈了。随后我带着小魅魔出门买东西。其实之前我给魅魔买了生活用品和衣服，只是我是按照成年魅魔准备的，不适合他用。我给他买完基本用品后，又臭美转去了精品店。我拿了个帽子戴在头上，对着镜子扭了2下。小魅魔大吹我的彩虹屁，主人，你真好看！声音之大，整个店的人都看过来了。此时我社恐属性大爆发，我放下帽子，拽着小魅魔赶紧跑了。等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我捏了捏小魅魔的脸，
以后不可以在外面叫我主人，知道吗？这显得我像个变态。小魅魔乖乖点头。那是不是在家里就可以叫？本来是可以的，但现在好像不太行，在家也不行。嘘，以后在外面也不能无缘无故那么大声说话。又想到我也不能总是小魅魔的叫他，又补了句，以后你就叫裴彻，然后叫我姐姐，记住了吗？记住啦。裴彻乖乖点头。好乖好奶，跟哈基米一样可爱。家里没有多余的床，他年纪又小，我就暂时让他跟我睡在一起，等洗完澡他钻进被窝。晚安，姐姐。晚安，裴彻。弹幕又出现了。这个女的良心发现把反派留下了，会虐待她吗？看这好场面这么温馨，应该不会吧？希望他们有平稳幸福的一生。那反派不黑化，男女主那边谁去推动剧情呀？你们都不会透过表象看本质，这分明就是养成系的快乐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能看到这些弹幕，但我在心底说了声谢谢。如果不是他们，我估计已经把裴彻送走了。我留下他，不仅避免了他饱受折磨，还避免了我被寻仇惨死的下场。夜深了，我渐渐进入黑甜乡，自然没有注意到魅魔商家给我发来的消息。亲，小魅魔的性价比很高呢，1年就能长大成年，之后的生长速度与人类相仿，就是技巧上差点。您留下给个好评，再返您10元，您不要投诉可以吗？魅魔普遍占有欲强，且对主人有唯一性，建议您这只魅魔健在的情况下，不要购入第2只魅魔哦。裴彻真的超级乖，我说什么他都乖乖点头，还学什么都快。虽然现在个头小，但是已经开始力所能及的简单打扫卫生。只是由于我的工作性质，我时不时就要出差，短则2、3天，长则10天半个月。眼下我就要出差1周，出差没啥，问题是裴彻该怎么办？我跟他商量，姐姐要出差1周，没法带上你。这段时间你在楼下王阿姨家住好不好？王阿姨儿子女儿都常年在外，她自己独居，平时对我也多有照顾。裴彻交给她，我也放心。我没想到裴冲会拒绝，毕竟他从来没对我说过不字。姐姐为什么要把我送给别人？他眼泪说来就来，说话抽抽搭搭，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。不是送，是暂时借住。你这么小，自己在家我怎么能放心？我蹙起眉，这就是小孩不听话的感觉吗？是有点讨厌。袖口传来异样感，裴哲拉着我的袖口。姐姐，我不想去别人家，我能照顾好自己。你下周出差还有2天，我能证明给你看。在看到裴彻从起床洗漱到用电磁磁炉清汤面，再到基本的卫生处理都毫无压力后，他又坚持不去别人家，我勉强同意让他独自在家。给他买了个小电话手表，有问题可以给我发消息，有事可以找楼下王阿姨帮忙。出差第1天晚上9点，裴彻给我发了消息：姐姐，我想你了，可以给我发语音了吗？当时我正陪着老板应酬，并没有看到消息。等看到的时候，已经是将近晚上12点。我想他应该已经睡了，但还是给他发了语音。晚安，好梦。终于等到出差结束，我提着给裴彻买的礼物往家里赶。我震惊地看着裴彻，他居然1周内长大这么多。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裴彻甜甜的笑，走上前拉住我的手。魅魔长得就是很快，但这也太快了，他该不会有巨人症之类的吧？不确定，回头上网查查。只是可惜了我给他买的衣服了。到家后，我把手上的东西放下，准备去喂小区的流浪猫。刚回来又要走，不知道小区里的流浪猫们怎么样了，去看看他们。原来这个是给猫吃的。姐姐回来的第一件事竟然是关心流浪猫。这孩子醋性还挺大。一起。裴彻不情不愿地跟在我身后。是又要被虐待黑化了吗？那这样剧情也没崩啊。不是，魅魔对主人有极强的依赖与占有欲。是啊，他
他想主人想的都吃猫粮了。我的目光不自觉落在猫粮袋子上，心想回去得跟他好好谈谈。周围的流浪猫跟我熟了，我一喊它们就喵喵叫着过来。我把粮倒在地上，有只橘猫过来用脑袋蹭我的掌心，这我哪能忍住不摸？正要动手的时候，裴彻握住我的手腕，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脑袋上。姐姐摸我。流浪猫的醋你都吃？裴彻不语，只一味红了眼眶。好，不摸。裴彻闻言抬头看我一眼，嘴角想压没压住。这时那只橘猫不甘心被冷落，又过来蹭我。裴彻看到后瞬间变脸，一脚把猫踢出3尺远。橘猫惨叫一声跑开。裴彻见我发怒，裴彻也有些慌了。对不起姐姐，我一看到那只猫靠近你，我就很不舒服，我就忍不住想赶走它。姐姐你不要生我的气，不要赶我走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裴彻小心翼翼地拉着我的衣袖哭求着。我终于意识到问题了，裴彻是魅魔，本身对我依赖度就高，更何况他的世界里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我只要稍稍对他以外的人或物表示亲近，他就会极度焦虑不安。他未经引导，未经驯化，所以我该送他去上学了。我严肃地告诫他，下次不可以这样了。我把裴彻先送回了家，再找到大局送他去做个检查，外加豪华嘎蛋大礼包。接着给裴彻联系了魅魔学校，准备送他去上学。裴彻一路上都皱着张小脸，我以为他是有厌学的心理，开口安抚道：“你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，只要学会基本的生活常识，再交几个好友就行了。我对他没什么期望，只要他能像个正常人那样生活就行。等他成年了，也不指望他喊我妈，给我养老送终。他想走我就放他走，但他要是非要孝敬我，我也就勉为其难接受了。”随后到了学校，有老师来接待我们，是林女士对吧？是的，老师好。老师看到我身边的裴彻，夸赞道：“是只品相很好的魅魔呢。”我嘴上说着谦虚的话，心里升起一丝丝的虚荣心。哪里，老师很喜欢裴彻，想要伸手摸摸他的头。之前他都是自己在家，所以怕生，应该早点送他来上学的。小孩子不上学不交朋友怎么行？老师表示这是正常的。我们这边要拍一张入学照片，您跟我来。站在镜头前，裴彻瓷白的脸上全是排斥和恐惧。小朋友放轻松，笑一笑。摄影师嗓子已经能夹死蚊子了，但是没用。我走到他身边，刚想再安慰几句，他哇的一声哭出来。我知道地方不对了，再也不敢了，不要送我去上学好不好？小朋友都要上学的呀。可楼下的大黄和楼上的菲菲都说了，有问题的孩子才会被送去学校。大黄和菲菲，不会是楼下的大黄狗和楼上的加菲猫吧？魅魔能跟猫狗沟通吗？那确实是有问题的猫狗才会被送去学校，但我要怎么跟他解释这其中的区别呢？学校里的老师比我更懂怎么应付这种场面。不是的哦，魅魔上学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主人的生活，不想想自己的主人更喜欢自己吗？裴彻停止哭泣，磨磨蹭蹭地站到镜头前，虽然脸上还是没什么表情，证件照也算是顺利拍好了。老师意味深长地对我说：“有时候，主人的命令比讲道理更有用。”这其中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？裴彻拍好照片，冲过来抱住我的大腿，我摸摸他的脑袋：“你在这里好好学习，我下班来接你。”裴彻拉着我的衣服，依依不舍。我心中叹气，一点都不独立，这可怎么行？晚上下班，因为老板多说了几句自己的光辉史，我错过了末班车，只能等下一班。等到学校的时候，就看到裴彻孤零零地站在门口。他看到我就眼睛一亮，旋即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奔向我。姐，别的小朋友都被接回家了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对不起，我这边出了点状况，来晚了。今天是姐姐不对，姐姐可以满足你一个愿望，算作道歉，好不好？我不想睡小床了，想跟姐姐睡可以吗？裴彻到家隔天，我就单独给他安排了一个小床。孩子得独立，但只是睡一晚也没关系。好，晚上裴彻把自己洗得香香的，在我身边躺下，随后整个膜都贴过来，尾巴缠上我的小腿。姐姐，我想这样贴着你，可以吗？算了，随他吧。今天在学校里开心吗？不开心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姐姐。你呀，不够独立，还得继续锻炼。那今天学校里都教了些什么呀？魅魔和人类的身体构造。
现在学这个是不是太早了？学校说这是基础生物课程，而且这也要看以后学文学理吧？姐姐，这是必修课。想到这里，我赶紧上网查了查，魅魔成长速度过快怎么办？查完之后总算是放心了。正常的，魅魔的成长速度就是前面快后面慢。裴彻的变化是肉眼可见的，刚到家还是个没有我腿高的小豆丁，现在个头已经比我高了，是个大男孩了。而且魅魔学校里什么都教，他现在烧的一手好菜，我现在都不用点外卖了。裴彻，你现在也太厉害了吧，能把茄子烧得这么好吃。作为一个厨房小白，我真的很佩服。裴彻不自在的红了脸。那能给奖励吗？可以，你想要什么？孩子大了，有想要的东西了。他捏住围裙角揉了揉。我不想单独睡，想跟姐姐睡。闻言，我夹菜的手一顿。他小时候就是逮到机会跟我睡，后来大一点了，经过我的思想教育，总算安分了一段时间。现在怎么又变成这样了？不可以哦！你现在已经长大了，不可以再跟我睡一张床了。为什么不可以？你买我回来不就是为了睡觉的吗？他说的睡觉应该就只是睡觉吧，要不了多久你就要毕业了，老师没有引导你跟亲人之间是什么关系吗？好好一孩子怎么给我教成这样了？裴彻急了。老师当然说了，魅魔就是要陪主人的，魅魔也需要主人的陪伴。我是你的姐姐，不是主人，你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怎么能当你的主人呢？果然是这样，你讨厌我，我没有讨到姐姐的欢心，我是只没有主人的魅魔。本来觉得学校把裴彻教得很好，现在感觉也不是很好了。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，我不听。我连忙放下筷子去追。裴绰现在人高腿长的，我就比他晚一步出门，他就没影了。裴彻，你快出来，我没有讨厌你。我在小区楼下不断呼喊，希望他快点回来，我会担心。楼下转了一圈，裴彻没找到，但碰到只流浪魅魔，跟裴彻差不多的年纪，站在路边抬头望着树上的果子，不断的咽口水。我的第一反应就是绕开走。这时，那只魅魔也发现了我，立刻抱头蹲下，一副被人打怕了的模样。该死的，我又心软了。我站在离他丈许的距离，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去给你拿点吃的。我去便利店给他买了面包和水，回去的时候，那只魅魔还乖乖待在那里。随后我把食物放在地上，在他警惕的注视下，我后退了几步，示意他上前。那只魅魔试探着一点点靠近，最终拿起面包吃了起来。只能帮你到这里了，希望你以后能过得好些吧。我转身想要继续去找裴彻，那只魅魔却突然追上来，挡在我面前。你要做什么？我心生醒警惕，担心他会有攻击性。好在他没有，他看出我的害怕后，默默倒退了一步，羞涩的小声对我说：“谢谢你。”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他的声音像山间溪流般清脆悦耳，长相也是那种清秀干净型的。我有些不忍看着他流浪。春熙路那边有政府成立的求助站，你可以去那边碰碰运气。魅魔的耳尖一片绯红，颤巍巍地伸出手，似是想要拉我的衣服，最后却又缩回去了。我不认识路，
你想让我的主人帮你什么？裴彻他不知经历了什么，衣裳被划得破烂烂，脸上身上有很多细小的伤口。他走上前，冷冷地看着那只流浪魅魔。我知道魅魔占有欲强，正要解释这只是凑巧遇到的，那只流浪魅魔却突然指着裴彻喊：“是你！”我惊讶地看了看两人，你们认识啊？当然认识。他突然意识到什么，转头问我：“你是他的主人？”我不明所以的点点头。流浪魅魔顿时眼泪汪汪。主人。裴彻脸色瞬间变得阴沉无比。你个没主人的魅魔乱喊什么？他是我的主人，你没有自己的主人吗？为什么要抢我的主人？你个不要脸东西，抢了我的主人还这么理直气壮！我有没有主人？为什么没有你不清楚吗？说完，他眼巴巴地看着裴彻身后的我。主人，我才是你买的魅魔，是这家伙抢了我的快递单，顶替我去了你家。我这魅魔养的怎么还一波三折的？有没有一种可能你认错人了呢？毕竟那时候你们都还小。不可能，我们魅魔绝对不可能认错同类。不信你问他。是真的吗？裴绰沉默不语，本来想耍点性子，弄点伤博点疼爱再秀把身材，结果就消失那么一会儿，差点被偷家。流浪魅魔才是这女的买的那只，她该恨死反派了吧？反派这一年来有学上有人疼，她却要为了吃饱穿暖绞尽脑汁。咋说呢？本来这女的要把反派送人，这样就是反派替那只魅魔遭受那些折磨，但现在这女的没送人，就成了反派享了她的福。这下实锤了，我挡住他们俩那恨不得咬死了对方的眼神。唉，都先别说话了，先回家。我把两只魅魔都领回了家。流浪魅魔进屋后，看到桌上的2个碗，再看到阳台上的衣服及家中各种裴彻的东西。看向裴彻的眼神，恨不得在他身上戳180个洞。姐姐疼我，都快成年了，还是自己睡，真是没用的废物。这话刚好踩在裴彻的痛脚上，他正要回嘴，见到我从卧室里出来，又闭上了。我给你找2件裴彻的旧衣服，你先去洗个澡，凑合着穿吧。好。他抬脚往浴室走，他身形单薄，背影在昏暗的光线下显得有些可怜。走了2步又停下。主人，我还没有名字呢，你给我起个名字吧。你就叫饭碗好了。流浪魅魔当然不服。凭什么你的名字那么好听，我的就这么随便？再说了，我又没问你。他充满希望地看着我，往后你就叫裴慈好了。裴彻不满，裴慈很开心。主人，我不会用浴室里的那些东西，你能教教我吗？你是土包子吗？这都不会？抱歉，我从小就在外面流浪，什么都没见过。裴彻，你去教他热水器怎么用。裴慈进去后没多久，浴室里传出一阵惨叫。我顾不得多想，推开门。待水雾稍稍散去，我刚好看到裴彻脸上得逞的笑，以及肩膀被烫红，跌坐在地上的裴慈。裴慈见我进来，立刻慌乱地拢好身前的衣裳，脸上瞬间浮现出难以忍受的痛苦之色，忍不住泄出一声细微的痛呼。水好烫。反派怎么跟地主家的傻儿子似的？这只流浪的也变得茶香四溢了。这女的相当于把反派养在温室里，这只流浪的人心险恶见多了，当然知道伪装啦。
一段时间没上线，剧情发展这么快，一个变两个，这女的吃这么好。紫绿茶，你装什么装？裴彻都快被气死了。没装，真的烫到了。姐姐，你看他。我无奈扶额，把裴彻轰出浴室。主人，我眼疾手快的扶住他，简单快速的教他热水器怎么用。快点洗，洗完了出来商量下你俩的去留问题。我是不可能在家养2只魅魔的，一是没钱，二是地方小。裴慈洗完出来，我们3个围坐在桌子旁，你们2个只能留1个。姐姐，我们这么多时日难道都是假的吗？主人，从小我就没有过一天安稳日子。其实也不用这样，我的打算是裴绰现在也快毕业了，他现在完全可以独立生活。如果他想离开的话，我会放手，然后裴慈留下当我的魅魔。我跟他们说了我的打算，裴慈满意至极。很好，就这么办。裴彻看着我无声落泪，像他刚来到我身边时那样。不要，我不要离开你，这辈子都不要。不走就不走，你别哭呀。到底是我养大的魅魔，看见他哭我也有些心疼。裴彻不愿意走，那就只能用备选方案了。抱歉，那我就不能留下你。裴慈不可置信地缓缓瞪大眼睛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给你找一个主人的。裴彻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我不能为了别的魅魔不要他。但是说到底，也是裴彻先对不住裴慈，我也不忍心看着裴慈继续流浪。主人，真的不可以留下我吗？抱歉，不行。事情暂时就这么定下来了，只是把裴慈送到哪儿是个问题。鉴于之前弹幕说的话，这个人选我得慎重，不能害了他。人选还没着落，裴彻的毕业典礼就到了。我的空闲时间有限，只能先忙活这件事了。毕业典礼现场，裴彻作为代表上台讲话。我环顾四周，当初跟他一起入学的魅博现在也长大了。他还是最好看的那个。裴彻讲完话，所有魅魔一起宣誓：我们一定会伺候好主人的。是毕业季，也是成人礼。我给他准备了蛋糕和礼物。姐姐，你怎么亲自下厨了？这些都是我要做的，你这样让我干什么？我就动这一次手，好好珍惜吧。裴慈呢？把他喊来吃饭。裴慈鼓起勇气，捧着自己织的玫瑰毯走向客厅。经过几天的磨合，他们现在关系已经缓和了不少。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丰盛的饭，今天也是我成年的日子呢。他声音越来越小，到最后近乎是喃喃自语般，但却一字不落的都进了我的耳朵。怎么回事？感觉良心痛痛的。我看最近好多人喜欢这个，就亲手织了条给你，你收下它，就算作也送了我成年礼物了。针脚粗累，我随便织一条都比这好。我笨手笨脚的，猪。裴慈顿住，有些害怕的看了裴彻一眼，继续说：姐姐你不要嫌弃，你做那副样子给谁看呢？裴彻见我不悦，这次噤了声。裴慈怎么很害怕裴彻的样子？难道裴彻趁着我不在家时欺负他了？念头刚起，我就看到弹幕，反派这是被彻底养成傻白甜了。虽然这也学会隐藏情绪了，但在黑心汤圆面前还是差远了，玩不过，根本玩不过。哥哥，世子之争向来如此，我也很想留下来呢。织呗，谁能织得过你啊？本来对裴慈的不满散了些许，我不喜欢他这么能算计，但又确实不能全怪他。
给他找个靠谱主人的事情不能再耽搁了。我给裴慈也订了个蛋糕。抱歉，我不知道今天也是你的成年礼，我们先给裴彻吹蜡烛，晚饭的时候再吹你的，好不好？谢谢姐姐。裴彻翻了个白眼，我一个眼神扫过去，他又换了副大狗狗的表情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，在脑海里搜寻裴慈主人的合适人选，最好是有一定的经济条件，我又比较熟悉，以免裴慈过去后被当作牟利的工具。网上都说闺蜜是看不惯闺蜜男朋友的，但真不是我对她男朋友有偏见，而是她男朋友真配不上她。叶然这人有点颜控，有点恋爱脑，偏巧她男朋友有点自色还嘴甜，把她拿捏得死死的。在一起之后花钱就不说了，都撞见那男的搂着别的女人亲了，一顿道歉加求饶，居然还能原谅。他都哭着求我了，我一见他哭，便什么都顾不得了。说到哭，这个老会哭了，这男的也太过分了。你别伤心了，明天姐妹送你一份大礼。你怎么不告诉我还有2个帅哥一起来啊？我眼睛都还肿着呢。死丫头，吃的真好。哪能忘了你啊？你不是都跟男朋友分了吗？怎么样，要不要收养？我觉得右边的更好看一点，我想要右边的。你在想屁吃？那是我的，你不要太贪心。好吧，你不用担心，能跟我玩到一起的人能有多坏？真的吗？如果他真的虐待你了，你可以回来，但是相信我，不会有那么一天的。你至于吗？当然，我不允许家里出现第2只魅魔的气息。他乐意收拾，我也就不管他了。裴彻，这是什么？当时还下单一些快乐道具，我怕这些东西被他看到带坏小孩子，就收起来了。时间一长就忘了。怎么今天让他给翻出来了？主人，我的发热期好像提前来了，可这么多东西，我们先用哪一个好呢？那你倒是先放开我，让我去选啊。从此，我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